总的来说，今天不行，舌头有点过电，捋不直了。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广场恒茂珍稀川不是水煮鱼，325块钱5个菜，推荐。沸腾鱼上桌，它这个焦香、麻香，还有香菜的那个香气很浓。然后呢，鱼肉细嫩滑，但不是说那种裹粉裹得很重的那种，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可以的。辣子鸡是裹了一层粉，然后再炸，外壳是酥脆，然后里面肉有一点弹性，有一点嫩。最关键是它除了花椒的麻香和辣椒的辣香之外干锅炒的时候放了一点点的糖提鲜，然后整个的让它的味道融合得很好。泡椒脆肠，第一个是它的泡椒味道很浓，然后呢它放了花椒，花椒藏在当中，脆肠咯吱咯吱脆，然后有嫩度。如果不小心咬破一颗花椒，整个花椒的麻香味就全炸开来。它这个作为一道川菜的小炒来说，口感味道都很好。腰片现切出来，你看上面还有刀痕，然后呢它这个腰片薄嫩脆，裹上这个红油和麻香之后搭上黄瓜，我确实喜欢吃腰子，没办法。牛肉炸到干香之后，里面没有完全炸老，里面还是有一点牛肉的那种纤维咀嚼感，然后很浓郁的孜然的那种香味。入嘴它其实先是孜然香，再是花椒香，然后芝麻香，你嚼到最后是牛肉的香气。下酒也是一道下酒菜。我们2个人点了5个菜300块钱，但实际上你正常情况下2个人来吃3个菜就够了，人均大概就是70到80块钱。它这儿呢食材用的比较新鲜，然后它的口味上比较还原四川当地麻辣鲜香的味道是比较足的。它作为南昌这边的川菜来说的话，应该说它可以往前排了，它的这个水平。上来都是肉菜，你瞬间那种肉香味感觉骂得出来。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4个人在金酣区皇姑路的传统菜农庄，475块钱，相当不错，食材非常新鲜，没问题。你看大锅的红烧猪脚，然后它的口感是皮非常的软糯，带一点点的 Q 弹。另外再就是它不是拿高压锅压出来的，所以它的肉不会散，这点口感上是不错的。但是88块钱我觉得稍微有点贵，68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一下，因为它的分量并不是说特别的多的那种。河虾其实就很简单，旺火爆炒，它好就好在它的河虾，你都不可能叫相对新鲜，它叫绝对新鲜。就我们点菜的时候，那河虾还在那盘子里爬来爬去，所以它的肉很细腻很弹，而且回口的那种鲜甜味很足，非常不错。河虾在锅里稍微炒了一下再烧的，而且是提前就是焯了一下水，然后拿高压锅稍稍压了一下，口感保持了9分的口感，有一点弹性，但不会嚼不动。然后呢，你越嚼它越香，处理得很干净。这种红烧的这种酱香味很浓郁，而且68块钱一个，我觉得价格还可以。那个鱼非常新鲜，鱼肉很细嫩，而且是直接稍一煎，然后直接加水烧的，所以它的鱼皮有微微的起焦，但不厚。搭配上这种就是我们南昌口味这种重口的酱油的这种红烧汁汤汁的话，整个味道是很浓郁的。这家店人均在100到120，比较适合就是说带家里老人长辈一起来吃饭，相当不错。人均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偶尔来一下是可以的，没问题，挺推荐的。这家店的评论区呼声也是很高了，说了好几次，对吧？给你们当个嘴替，确实挺好吃的。那加个关注，来个评论，再进个粉丝群，不过分吧？以后还有什么好吃的，继续评论区说，我下次再来啊。我们猜一下，我觉得你出600是吧？我觉得这桌以我在外面吃饭，我觉得最少是600。我出500，不超过500。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3个人在上海路风味平价海鲜排档，带粉丝来突袭粉丝的店，非常不错，520块，推荐。烤串我们今天点了呢它的鲜烤的牛五花，就是五花趾，然后胸口油，还有这个小鼻管，食材都非常新鲜，而且用料很好。先说牛肉，就是生烤，黑胡椒香味很足，
然后突出肉香，最后回口的辣味，再然后它的胸口油和鼻管你也能吃得出来，口感各有特点，该脆的脆，该嫩的嫩，香味非常足。柠檬芥末罗氏虾138，然后小龙虾是油焖的128，分量都很足，虾的个头也很大，尤其是罗氏虾，它的壳薄，炸过之后肉还是嫩的，微微的果香，芥末的那种一点点的清爽的冲鼻的那种感觉。油焖的香辣小龙虾，它的虾的个头7、8、9钱的小青虾，然后呢油焖的香味香料味比较足，香辣口的肉呢开背之后炸过再烧，也还算是比较饱满的。吃宵夜吃小龙虾你不得配个金玉清酒吗？小龙虾配金玉，解麻解辣解油腻。我们点的68的中份的虾蟹粥，虾新鲜，蟹也新鲜，然后你能喝到那个粥，就是粥里边有海鲜的这个鲜甜味在里边，潮汕砂锅粥的这种感觉 OK 的。做个总结，我们今天这顿原价574，打完折520，性价比应该说是拉得非常高了。你这一桌在外面换个地方你不得900、1000，对吧？它这个品质就这个价位来说，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去挑剔的了。想吃平价海鲜，然后口味又还不错，食材挺好的，可以来。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就不定时的给大家搞这种套餐的体验，是吧？究竟是雷多还是草多，咱们都试一下。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山小胖。今天2个人深夜东香楼西北菜158的套餐，再加一个干煸炒面，还不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它这个是我们点那个158套餐里面的手抓羊肉，它这个点的是羊蝎子的部位300克，也就是6两，这分量可以。羊肉煮的软嫩度合适，然后呢，它这辣子非常香，很提味儿。羊肉本身是完全不柴的，然后油脂的香气又很足，吃起来晚上吃还挺过瘾的。这个套餐里面写的是河州煎包但是它这个好像不太像是煎包。里边的这个肉馅呢，胡萝卜和洋葱比较多，它这算16块钱，这个性价比就不算高。这个菜，烤羊肉串套餐里面是4串，然后是20，也相当于5块钱一串。它这个羊肉的话呢，生烤的，就是孜然辣椒盐，没有裹糊，没有上浆的那种。烤起来，羊肉吃出来就是外焦，然后里面是紧实有弹性，不柴。肥肉的部分呢，微微的有一些保留了肉汁，吃起来是很香的，没有羊膻味。这个串不错。秘制酸菜薯泥，这个就算我们套餐里的主食了土豆泥什么味儿，它这什么味儿，多了一个酸菜肉末的浇头，它这个还挺清爽的。然后呢，肉末的这个香味儿也有。小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吃这道菜，还可以啊。做个总结，这东香楼我们158的双人套餐，我们是特地挑着团购过来的，服务态度、环境什么的都挺好，确实有西北风情。另外就是它算不上特别优惠，但是呢，它的羊肉品质这些菜做的还可以。这家店就比较适合什么？你朋友聚餐或者你要请客，它这边私密性的包厢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带家庭吃饭，小朋友来吃。OK， 大家可以来试试。来，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谢大家的支持。花自己的钱请粉丝吃饭，今天5个人在蒸汽川红谷餐店562块，吃得开心，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今天这顿带粉丝吃，挨个来听听粉丝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宫保鸡丁好吃，起码不像别家那么甜口太重了，而且它的肉感有肉感，别家姜太重了，所以就不怎么好吃。但这家不一样，这家鸡肉有肉感就很好吃。就说真的，想让粉丝吃饭满意是真的不容易的，你知道吧？哪个菜你觉得达到你的要求？今天这个香辣牛蛙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牛蛙的口感够嫩，然后它的这个麻椒味的给的力度比较合我的口味，能够有一种在口腔里爆裂的感觉，然后能够有一个回味的感觉，这个我很喜欢。这个麻香味上桌确实就能闻到。今天这桌菜我都很喜欢，但是在我心目中是它。这个是牛肉爆胸口油。首先肉眼可见的，它被吃得很干净，
说啊，这个是客观来说。主观上的话呢，我觉得啊，因为我本身就吃过烧烤的牛胸口油，所以说烧烤的牛胸口油本身就很好吃了，但是它跟烧烤的相比呢，它会更加干香，而且会奶香味会更足，可能是跟它这个烹饪方式有关。里面也有牛肉，也有牛胸口油，会吃得很满足。做个总结，今天带粉丝吃饭这一桌菜，大家整体吃的都比较满意，而且确实你从这些菜上面能吃得出来它的火候、食材，包括味道的处理拿捏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唯一就一个蒜泥白肉，今天师傅手抖了一点，糖稍微多了一点点，下次再注意一下。然后这家店确实很适合宴请聚餐，然后作为川菜来说的话，它整体的味型还原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新菜上菜，我觉得你们下次来可以多试试新菜。血鸭拌一碗饭，青菜芋头再拌一碗饭。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神小胖。今天2个人，九龙湖百味永心199块钱3个菜，口味应该算得上是在九龙湖这边排一流了，还不错，推荐。第一个猪脚香辣好，而且呢，它用的是这个干辣椒提香，小米椒提辣，但是因为是辣猪脚，所以它的猪脚皮那一层口感是糯，然后弹带一点点脆。猪肉部分，这个瘦肉部分的话，就相对压的比较散，这个看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口感，而且加了黄豆以后啊，它的香味是特别浓郁的，拿这个汤拌饭应该也很凶残。永兴血鸭也是第一个就是香，然后呢是肉，然后再是鲜，它回口呢米酒的香味比较浓，给的米酒比较重，但是呢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它不会说抢掉鸭子本身的那种香味出来，而且呢斩得很细碎，相对来说拌饭吃一勺一勺蒯碗里面很过瘾。青菜鱼头糊，它这个好像是放的是那个油麦菜吧，第一个很清爽，第二个味道很香很清香，芋头压得很烂，然后呢你拌到饭里面稀里呼噜就下去一碗，就今天刚好降温，所以吃这个搭另外2个重口味的菜，这个口味清淡一些。3个菜199块钱加饮料加米饭，人均大概在80到90，人多一点的话人均会降下来。这家店呢会比我们之前吃到的永兴菜稍微要贵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也确实好，九龙湖你看沿街旁边，但是相同的点在于它的口味、食材，包括师傅的手艺都是很好的。那这家店的话呢，就是环境 OK， 手艺 OK， 食材相当不错。那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均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可以接受。你出来聚餐的话，在九龙湖这一片我觉得它的这个口味可以排到前3，甚至是排第1了。目前来说，它这个汤的味道就是一个是润，第二个就是回口的那个油香味就起来了。之前只是说单纯的那个蒜香和那个煮汤的那个香味。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神小胖。今天3个人在红谷滩的江报路唐营街的江右郭先生，团购加单点差不多400块钱，推荐。酱料的香，然后是汤底的那个黑蒜的那个香，然后是鸡肉的那个油润的那种感觉，最后才是鸡肉的鲜甜味。它鸡肉的鲜甜味是藏在最后的，所以整体的它的味型很丰富，满嘴生香的感觉，而且鸡确实贼润，这个蛙肉确实是很细嫩，很新鲜，现宰出来的，然后呢有弹性，再加上这个汤底的这个香味，然后还有就是蘸料的那种香辣，里面带一点点的酸味，很好的把整个的味道融合起来，吃起来的话是很鲜爽的。最重要的是3只蛙好像69块钱吧，比吃锅底便宜的。就它这个菌菇配上这个汤底，尤其是涮完了这种很多肉之后的这个汤，油润香，然后入口是外皮的那种脆，很清脆的那种口感，里面是肉很厚实的那种糯糯的感觉，味道非常棒。然后它的黑蒜锅底是强烈推荐的，确实它的这种香味很浓郁，尤其是搭配它的鸡和牛蛙，鸡的这种油润让整个汤底的味型会很丰富，而且它的整体的味型是层层递进的。你最后再加上它这些其他的涮菜口感都很丰富，有脆的，有嫩的，有韧性的，还有这个很弹爽的，所以呢整体上的选择性会很多。
而且用餐环境啊这些都挺不错的，人均100块钱，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香是真香啊！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4个人在新建区的新建大道老丁鸭脚烧菜馆，280块钱来了5个菜，味道还不错。住在周边的可以来试试。吃这个鸭脚你就怎么感觉？就是吐骨头的时候，大这个小猪落玉盘，炖得很烂糊，但是呢又没有脱形，而且呢它的蒜香味融在了里面。整体上呢，辣度也还不错，就是没有盖掉鸭脚本身烧出来的那个香味，挺好吃的，30多块钱一盘，这不比鸡脚划算。回锅牛肉啊，第一个呢，牛肉炖得很软烂，它用的并不是牛腱子，它用的可能是靠近肋条那块的位置，回锅炒，保持了形状，同时呢又有松软的口感，配上清脆的芹菜，加上一些辣椒，下饭小炒。我觉得68块钱这个分量还不错，而且它的口感把握得很好。但是它这个茄子烧的怪怪的，就是有点水塌塌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这个茄子就刀稍微花刀稍微宽了点，太粗了，所以味道上口感上就没有那么好。它这个茄子就过于烂掉了那种，连到一块。他家棍子鱼也是好吃的，炸酥了以后或者煎酥了以后啊，然后呢拿酒糟、蒜末烧出来，烧的时间够久，骨头都是酥了，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骨头要吐，回口酒糟的那个甜味啊很明显，然后刚好把它的鲜味提了上来，这道菜是比较不错的。人均70的店啊，它的棍子鱼、鸭脚和回锅牛肉我觉得都不错，棍子鱼是最好吃的，回口最好。但是呢，也还是有一些就是短板，或者说它的后厨人不多，导致它的茄子啊，包括它的其他一些个别菜啊，会出现一些这种时间烧的不到位，或者是炸的时间不到位，或者说是怎么样，出现一些短板的这个情况。住在周边的，我觉得可以过来吃吃。你说特地大老远好远跑过来就没有必要。如果是用我从同学那里拿来的那个手搓胡辣椒，辣香味就更浓了。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马。观宴红舞滩店471块宴请聚餐可以推荐。这个是虾泥茄盒，第一个它这个酸甜口拿捏的很好，口味其实蛮清爽。第二个呢，它勾芡勾得很好，完全裹在这上面，不会稀汤寡水。第三个，它火候炸的一定现炸啊，这个，所以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能吃到外壳一点点焦酥的那种感觉，然后里边肉馅的紧实，有弹性，爆得很好。莲花血鸭，它这个莲花血鸭呢是去骨的，所以吃起来是非常过瘾的，你一勺一勺直接蒯着吃就是了。鸭肉紧实有弹性，香辣鲜都有，但是有一点啊，你88的价格的话，这个小米椒稍微再斩细碎一点，这不是个例。开包山鸭肉158，它这个价格的话呢，羊肉选的很好，第一个鲜香，然后呢它香料放的是比较足的，但是又不会说完全去掉羊肉的那个肉味儿，但是本身膻味去得很干净，非常典型的江西菜的这种香辣的口感。海里酸汤涮吊龙，第一个吊龙正经部位你能看得出来，油花也好，筋膜也好都非常不错。酸汤的酸辣鲜香，而且它的这个蘸料和蘸水，你只要把辣椒末子倒进去，放点酸汤，放点西洋菜就够了。牛肉的味道也很好，158的价格，分量再多一点的话你就不低了。做个总结，就是到年底你们反正评论区、直播间你们总问说哪里有聚餐吃饭这种地方，今天观宴的话是达到了推荐标准的，它的口味不管是本地口味还是外地菜的口味都是在线的，然后呢它的服务细节做得很好，进门一条热毛巾真的很舒服。最后就是它的环境，包厢啊、大厅啊也都有，所以值得去。鲜蒸波龙，限量的，趁新鲜赶紧吃。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你们喊了好几次的怡海自助来了，668块的双人工作日自助套餐，海鲜类的东西还不错，细节上还要再加强一下。
它的生鲜海鲜类的东西哈，波龙是限量的1个人半只，然后它现宰的活鳗是不限量的，所以呢，你鳗鱼也好，然后它的虾也好，你都可以可劲儿拿。它的虾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个头大，然后不管是基围明虾，还是说是它的那个黑虎虾，都很好的。肉质的话，该紧实的紧实，该弹的弹，该脆的脆，鲜甜的味道也有。波龙的话，本身你新鲜的宰出来以后，用直接蒸出来，蘸点酱油或者你抹上蒜蓉酱，它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再就是它的贝类这一块哈，个头大，那鲍鱼很大一个的，嚼起来呢鲜甜有弹性，只不过唯一有一点点小的细节上，就是它的贝类会有一点点有细沙，养的时间再长一点点的话会更好。300多块钱的自助嘛，应该要达到那个要求的。它刺身类的话，三文鱼的口感是最好的，油脂啊、花纹啊，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能看得到，新鲜度也好，口味上、口感上可以。然后甜虾的这个品质也不错，个头有大概14到16，蛮好的。然后它的火锅涮品、蔬菜啊这些东西呢，我就建议你直接怼它的那个宁夏滩羊就可以了，那个羊肉的品质是很好的，口感也不错。做个总结哈，这家店的话呢，就是生鲜类的东西是品质非常不错的，然后它的种类也多。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水果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副食品类的选择性也很好，环境不错，地段也 OK， 比较适合约会这种地方。唯一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服务啊是没有跟上的，我们这一共就换了2次盘子，有一次还是我们主动叫的，所以它这服务员的人数也好，包括服务频率也好，需要再加强一下。300多块钱嘛，对吧？但其实这家店还可以哈，朝阳也不是说没有好吃的。以前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3个人在西湖朝阳云飞路陈旺记潮汕美食，480块钱，菜市网多了点的，人均说不好。那应该说今天这家店哈，总体上来说是可以推荐的，还不错。但是呢，点菜是有一定技巧性的，你需要避开一些东西。首先说一下推荐的，它的粥是没有问题的，粥给的分量很足，然后呢，它的肉给的很新鲜，所以的话呢，你吃起来粥底的那种香味和鲜味都很不错，加上了花生酱的这种调和之后哈，它的这种香味就更加突出了。然后呢，再就是它的这个芥蓝牛肉，也就是广东菜心牛肉也很不错。第一，分量给的很足；第二呢，就是它的牛肉嫩滑，然后呢，它的菜心吃起来是脆甜口的，虽然是勾了芡，但是完全不影响它口感的分层。再就是它的这个小炒蛏子，葱姜炒蛏子哈，第一个它的分量给的很多，那你从头吃到尾可以一直吃下去，58块钱。对吧？然后再就是像它的这个蒸排骨，58块钱一份，也给的很足啊。它排骨抓完腌制之后，然后再上锅去蒸，很嫩。然后呢，肉嫩，同时它又有脆骨，所以它的口感上会很丰富一些。那说完推荐的之后哈，你再说一说它的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的白灼鱿鱼，68块钱一份，很便宜，但是呢，它的新鲜度就不如我们之前吃到过的粤东的那么好。粤东的是完全的脆弹，这个的话呢，脆弹方面稍微弱一些，甜度啊、鲜甜度稍微要差了那么一点，打了一点点折扣。另外再就是像它的这个卤水的话呢，稍微吃到后来会有一点点的咸，这个看个人口味。另外它的乳鸽其实先卤后炸做的挺好吃，但是45块钱，我觉得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如果是像我们今天3个人来，我如果是自己单独来吃，我就不会去点这个菜，看你自己选择吧。人均的话80到100块钱你都可以消费得起，就看自己怎么选择。我们3个人今天的菜是往多了点的，